观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早安中国。那今天呢，不是从方伟开场，是由高杰来的。方伟呢，今天是8月1号，已经和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去美国的建国之旅啊，他一定要跟你们去见面的。所以今天呢，高杰来打替班，抢占方伟客厅的这个客厅，继续跟我们来聊呢今天早安中国的热点节目。因为今天是2025年的8月1号，实在是未来将成为历史的今天。那川普在昨天晚上半夜不断的推出这种行政令，各种关税从今天开始正式上路开闸。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看到呢，欧洲市场包括呢亚洲市场股市、美国的股市都是开始小幅的下跌。资本市场呢其实心里是非常不确定的，而各个国家呢也是在今天之前紧锣密鼓的不断的去谈，那有的国家都没有来得及。所以今天呢，虽然方伟不在，我们不能错过这个重要的机会，方伟呢责成高杰跟大家一起呢关注今天的历史的今天。那今天跟谁谈呢？石山也被方伟扯走了，那我就把秦鹏给叫进来了。所以今天呢，由高杰和秦鹏一起呢为大家去关注一下最重要的这样一个日子。好，那秦鹏跟大家打个招呼。观众们好。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聊了。那秦鹏今天其实新闻太多了哈，那我看呢，从昨天到今天，整个全世界都在讨论川普的事情，这个贸易战、关税，基本上人家这回再也不给你拖了哈。从昨天开始一直到半夜，他所有的关税全部拉出清单来，那基本上10%逃不了，15%是正常，然后呢，剩下的就是分门别类，各个国家都给你列出来了。印象比较深的，你来分一分啊，哪几大类？然后呢，跟我们大家一起呢去聊一聊。我们也问问我们镜头前的观众朋友们，你看了川普关税的话，哪些国家你觉得出乎你的意料之外？把你的答案呢打到下面。首先的话呢，我们说有一个超级盟友，英国的关税只有10%，这个是大家是关注是非常多的。带有呢有一些这种顺差国家，它是采取了10%的关税。另外呢，这个几大这种超级的我们说经济体，对吧？像欧盟。韩国、日本，对吧？这个呢是通通的达成了协议，只有15%的关税，这个其实是超出了之前很多人想象的。因为之前欧盟还准备好了1000多亿欧元的这个报复清单，对，结果现在也没用上，对吧？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变化。那么呢，作为瑞士，这也是在欧洲的一个国家，这个是几乎是超出了所有人的意外。加征了39%的关税。对。那之前的时候呢，它是在7月1号的4月2号的时候的话，它是31%的关税。给涨起来了。结果还涨起来了。而且好多人都在问说，为什么给瑞士涨了关税？这节目开始之前，我说秦鹏，你有没有研究一下到底为什么？因为几乎因为什么这件事情在明面上报道的是非常的少，到底是为啥？你做了研究没有？作为美国方面的提出来的这个要求呢，是说他在谈判当中没有去降低他的非关税壁垒，谈判的这个态度不好，这个让瑞士这边其实也很惊讶。瑞士这边说我们在努力达成协议啊，我们要研究为什么这个美国给我们加征那么高的关税，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个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其实你要看它整个关税的话，你切几大块的话首先我们就是顺差和逆差是第一个划分的一条线，顺差的是10%。逆差的起码是15%开始起跳，然后呢，盟友、非盟友和敌对。那么基本上是画了这么几大阵营。还有一类的话呢，其实是和敌对靠近的那些国家，叫竞争对手。比如说是这个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就大类上来讲，基本上是19%啊、20%这个范围。柬埔寨、越南，还有这个印尼，对吧？他们还都挺高兴，19%他们都非常高兴。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以前是做过外贸的做外贸的话，你其实是有几类国家，你是非常乐意跟他们做生意的，美国、欧盟、日本，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他给的价格很高，给的你的利润的空间很高，他不会盲目的跟你杀价，他会努力的保证呢，说你有比较好的一个利润，然后你给我多少服务，提供好的产品。OK 了，所以呢，就往美国卖产品，其实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往日本卖产品，只要你被选中了，也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那过去都讲，你拿到日本的一个合同，你只要达
达到了人家的要求，你就可以是一辈子跟人家做生意，除非他发生了意外情况哈。那么像欧洲啊，像美国、像日本，哎，遵守协议。双赢啊！你确实给我做好服务，你也要赚到钱，我也要赚到钱。那所以东南亚的这些国家都愿意非常开心，跟这些我看的对，这些发达经济体呢，愿意跟人家做生意。对，而且呢，在东南亚的这些国家里边，其实我也又看到了就是中国关税的影子。因为之前我们知道越南呢，它加征了20%的关税。但是呢，有一条说，如果你卖了一些转口的产品。对，转运的产品呢，就是加征了40%的关税，这个和越南20%，对，和越南的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对，那我们都知道结果我看到这个印尼呢，这个里边也有类似条款。这很明显的话，什么意思？封堵嘛，就是封堵中国。对啊，对。这里边我看到呢，还有叙利亚41%，老挝40%，泰国36%，柬埔寨49%。这柬埔寨刚刚39%，把柬埔寨也将近40%哈。那所以这个呢，就是柬埔寨这边包括这个整个东南亚的这边19%到20%的这个关税，你觉得从外贸的角度上，他们能不能吸收得了？这个关税是不是 reasonable？这个关税其实对这些国家来讲是可以吸收得了的，就是即使它调整个价格来讲，对很多的这个进口商来讲，其实没有明显的感觉的。所以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可以接受的，不是很痛苦的这么一个关税。因为对这些国家来讲，就像我们说之前的时候，这个中国加征关税，其实你发现中国的企业其实在上一轮的这个加征关税的时候，并不是很痛苦。对吧？大家好像也都这么过来了。那么对东南亚这些国家来讲，同样的，因为他们实际上比中国这边的产品，其实还有一个大好处是它的这个劳动力的价格其实更低。对呀，东南亚的这个劳动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生产链呢、公司啊，这么多年来都转移到那边，把美国的这种制造业的工人掏空了，人工成本高，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呐。对。所以呢，对东南亚国家，我觉得这实际上这一次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胜利。19%高兴坏了，所以不像刚开始，就包括到今天，我们看到一些经济学家还在说呢，包括刚开始华尔街所有的，大家只要去看就知道了。是支持的简直是极少数，除了川普阵营之外，那还有普通的一些 MAGA 的这些保守派的成员。那基本上华尔街的经济学家，这些华尔街的大咖们都在去讲，就是川普的关税会造成经济衰退。完了，所以呢，股市一直都跌呀跌。那我们今天看到呢，其实各个国家都接受了川普的这样的一个条件，而且呢，比之前我们所说到的那个10%高。最少都高了5%啊，都5%都加出去了。而这些对原来说40%的这些呢，给你降到了19%、20%，大家还高兴的不得了，觉得 OK。我看到一些中国的出口商就在讲，其实对于中国的出口商，你加到30%、35%，他们都愿意。他说咬牙，他说我们还是可以做这个生意的。所以川普给东南亚这些国家19%和20%，人家很高兴哦。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点。还有一波国家呢，实际上也是值得关注，就是我们说巴西。巴西其实对美国来讲，它是逆差，美国是顺差。所以呢，一开始我们就是很多人都没想到说最后对巴西会有那么高的关税，因为4月2号这个解放日的时候，它是加征了10%的这个关税。对，结果呢，因为巴西说是审判了前这个保守派的总统，对，这个再加上呢，就是巴西是和中共这边和这个俄罗斯这边，它其实是站在了一起，所以呢，跳涨到50%的关税。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案例。他只是把 Orange 就是美国的。橙汁儿大部分都是从巴西占了比例非常的大，这一部分那么几样豁免了之后，剩下的关税全部调到了50%，这个就不是这种。如果说瑞士是没有认真或者是没有诚意的话，那么巴西呢，就是川普就是看着你不顺眼了，我就是看你不顺眼，所以他之前就说你们对前总统的这种什么检查呀，还带着那个这个电子监控器嘛，在脚脖子上面，他说你们这就是司法迫害。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说这太川普了非常典型的川普。对，他可以不讲话，
别的人你就要干涉别人的内政啊，你评价这个干嘛？你就自己保自己，你就不用去讲了吗？不，他直接就说你这就是司法迫害。这实际上是很多人对川普的一个这种误解，就是很多人都认为说川普是个纯商人。但是通过巴西这件事情，大家其实认识到说，川普他其实是有价值观的一个，他是呢在需要的时候，他也愿意在这里边去体现他的价值观，所以呢，除了巴西，我们看到金砖国家，他其实也能够看出来说，他有意性的去打压和俄罗斯和中共走得比较近的这些国家。那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印度，现在是加征了25%的关税，对，那川普呢在这个 X 上，不是在 X 上，在那个 Truth Social 上，这个社交媒体上呢，也是明确的讲说，为什么给印度加征这么高的关税呢？对吧？一个是你老买这个俄罗斯的石油，买俄罗斯的这个武器，对吧？然后他没说跟中共靠得近，但是呢，我估计也这个大类是有这种特殊性，对吧？因为它金砖国家的这个。就是因为是要么你跟中共靠得近，要么呢跟俄罗斯靠得近，才会进入金砖国家。所以这实际上是非常独特的一个这个群体。所以我说我把这个金砖国家这一类，我给它划分到这个一波里边，然后我们来讨论看看这里边的这种特点，对吧？印度是25%的关税，所以呢，印度呢，现在我们看到也很有意思，就是在昨天的时候，路透社已经是有一个独家报道，说呢，印度的这些主要的炼油厂，对吧？对，主要的这个石油进口商已经是暂停了从俄罗斯购买石油。所以看起来川普的这个威胁还是起到了作用的。但是这个很有意思，我昨天在研究这块的时候，一看他这个包括路透社的报道哈，包括印度的国防部长啊，他们去回答的就是因为现在呢没什么钱可赚了，因为川普啊这个美国的这种制裁，所以呢跟俄罗斯之间的石油啊等等价差不够高了，所以他们现在呢准备扩大他们石油或者是这种原油的采购，原来从20几个国家，现在扩展到40个国家，会从中东啊等等地方的在多采原油。那这个呢很有意思哈，就是路透社这边也在讲，总而言之啦，就是说，哎呀，我们不是因为川普啊，不是因为川普的压力。这个印度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记不记得当时川普在4月2号之后说，最有可能第一个达成协议的就是印度。对，结果呢，现在印度几乎跑到最后去了，最有可能到现在呢，川普直接给你加了25%。其实你就看到了，川普是非常的不满意。那在最早的时候，我们在硅谷嘛，你知道情况？硅谷你知道就叫。也一个中国人，一个印度人啊，没错，对。那我们就在硅谷的人，大家都非常了解印度朋友的那种特点，所以当时我在听，他跟印度能够达到首先达成协议，不错啊，这次啊，然后呢没达成这个协议，果然如此，会有这种一种感觉。然后呢，结果我们看到呢，就在川普说出来，就是前天他说出来，我给你加20%的关税，因为你购买俄罗斯的石油，24小时之后。这边就是路透社的独家，至少是4家国有企业已经全部宣布不再从那边去采石油了啊。其实印度它这个国家本身很有意思，它实际上之前它从哪儿进口石油呢？从中东这边。结果呢，就是因为俄乌战争，那么俄罗斯这边把石油这个价格，因为制裁的原因，把这个价格打得非常低，就$40以下，对吧？这个相当于接近于它的一个成本价格了。然后呢，结果这个印度呢，他就拼命的从这个俄罗斯买石油，一方面它很便宜，另一方面的话，其实它有一个很狡猾的一个想法。他其实是买了之后是卖给欧盟啊或者其他这些国家，转手套利，所以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赚了不少钱。所以这一次呢，也不过就是稍微赚点钱而已。那么之前我们看到有经济学家算过，说大概他会减少呢大概$50亿的增加$50亿的这个石油成本，对吧？40到50亿美元。但是呢，对它的这个物价上涨可能也增加呢，比如说2%-3%。其实对它经济并不会构成很大影响，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他就得考虑说，我是得罪美国，然后去买俄罗斯石油呢，我还是说干脆算了，这个钱我们已经挣够了，然后再换一个地方再挣钱吧。这个恐怕是印度最后的一个选择。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呢，川普真的是在这上面界限分明啊，对。有没有诚意啊？那有没有这种他的标准上的这样的一种抵抗？那么我看到印度属于说，你一直呢再去
对俄罗斯进行支持，而呢，他在之前就已经说了，我10天之内要求你俄罗斯谈判，咱一会儿去谈这件事情。所以他这个是一环扣一环呐，他这25%的这个，如果你要不去停止这样的话，它不仅加25%的关税，接下来到8月8号，也就是他所宣布的10天之后，川普很有可能还呢去进行2级刺激制裁。那这个刺激制裁呢，关税就会达到100%。那么包括呢印度和中国，这都是俄罗斯石油的大户哈。那所以川普的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动作，今天呢我们再一次看到哈，言出必行，言出必果。那么本来呢市场还在说，哎呀，他可能又是他口哈，可能还会再延续，再去延长，但是没有。包括呢我们看到大家很有意思，台湾的这部分啊，台湾的这部分之前就有很多的这样的消息，我们还在这个节目当中方伟和高杰还争论了一番哈，到底是造谣还是真的，就是赖清德拒绝赖清德过境的这件事情。那今天我们看到呢，台湾在昨天说呢可能是15%，但打出来是20%。那赖清德呢这边也都直接就开始说，他们还会争取，因为它只是暂时性的关税，那么可能呢接下来还会争取有15%。但是呢，今天呢我看到台湾方面已经很多的一些专家都在分析，你即使想要到15%的话，前车之鉴了，不管是欧盟、日本和韩国，你要交出一大笔哈这样的一个巨额的入门费，叫投资款，对，投资款。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看到在台湾的这个傅昆萁，他其实可能是针对这个是有意见的。这个呢，恰恰我们看到是在目前达成协议的这些国家或者地区里边，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比如说这个欧盟这边的话，它承诺是3年之内购买呢是美国7500亿美元的能源产品啊。主要是呢液化天然气，还有呢是因为所以现在高盛在替美国在着急，说哎，美国到时候拿什么东西卖给他们啊？因为以前好像没那么多产品卖。对啊，不管怎么样，好，这是这个欧盟这边。那我们看到呢，这个韩国也是付出了高额的这个投资款，3500亿美元。对啊，还有呢日本这边。4000亿美元，5500亿啊，5500亿美元，对，比预想的是要高了。对，那个也特有意思啊，也是川普一个人说了算啊，那个大题卡上面打叉，原来人家是日方提出来给美国投资4000个亿，然后题板上写的5000亿，等到川普宣布的时候又加了500个亿，5500亿，对。欧盟这边是6000亿美元，所以这个其实你看出来是个非常大的一个额啊。这个让我想起来是之前的时候，这个孙正义和 OpenAI 他那个时候是宣布说要投资美国的时候，5000亿就 Stargate 啊，对，所以呢，后来这个川普在那现场拍板，对吧？说哎，你应该再加一点，所以包括这个和沙特以及那些中东国家的时候，其实也是川普在那儿呢。他一开始比如说提出来这个沙特阿布雷是6000个亿，他不行要到1万亿，对，一拍板拍出来1万亿美元，是。所以这部分呢，其实我觉得对台湾来讲哈，那大家都在看，那你台湾可能拿出多少？之前就有说4000亿这个说法，那现在韩国打出了3500亿，那么这些呢可能是一个参考了，因为毕竟是韩国、日本在这摆着，你不应该比他们2个国家更高就是的了。但是呢，我看到呢，大家说其实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它有个232什么芯片的那个条款，那么这个呢是到12月份才继续有调查的这个结果，这个如果寄出来的话，可能会对芯片这一类的台湾的芯片的产品可能会有一些说法，那么这个说法呢，那就可能会导致台积电的这个芯片呢，就是你的成本在关税增加了嘛。那如果单独的从台积电和芯片出口这部分，OK， 你涨我的关税，我的价格提高，但是它可能会引发另外的一个，就是现在大家都回到美国进行投资，包括呢台湾的芯片厂进行投资，那么就怕呢，如果这样的话会引起其他一些连锁反应，比如可能芯片呢从台湾的购买力会下降，人家会从别的地方从美国国内去购买芯片，那这样的话可能会给台湾带来影响。所以台湾呢现在是双重的啊，都在努力的再去争取之中。你怎么看台湾的这方面？你觉得最佳的可能性会不会达到他们所希望的？那芯片的这部分，你觉得川普会不会寄出更严厉的这样的一种说法？芯片呢，因为我们看到实际上相当大一个程度上得靠台积电的这个生产，其他的这些厂商它的制造的能力其实还是比较偏弱的，对吧？比不了台积电的这种技术能力。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作为台湾来讲，其实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谈判能力的。这个呢也是我们看到台湾这一次是做的比较积极。
在很早的时候就答应了是要这个增加台积电的这个投资额。整体来讲是增加到$1000亿，对吧？然后呢，再去购买美国的这个武器，购买美国的天然气，以及呢，像这个阿拉斯加这边去增加这个相关的投资，对吧？但是呢，看起来就是在投资额上，其实目前来讲应该是没达到川普的期望值。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第一，作为台湾的话呢，应该是努力的去增加这个投资额，因为这个和之前很多人讲的说你这个钱就给了美国，然后呢，美国去他获得相关的这些领域的这种叫做这个钱，对吧？然后呢，邓的利润被他拿走了。其实这个说法其实是作为美国卢特尼克也好，川普也好，他其实有一定的夸张的说法。因为相关的这些领域到底要投到什么项目，具体怎么投资，其实就像有点像我们讲这是一个相当于是个投资的一个承诺额或者资金池一样。比如说，他要求说，打个比方讲，你投资这种面板，或者投资呢某些芯片或者某些其他的这些领域的，对吧？那你美国可能会列出一些项目，那么相关的这个投资国家来讲，就会承诺说他要投资多少钱，这些其实是还是到时候有一定的选择权利的。最后呢，那么这种投资来讲是对每个国家来讲，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种更多的价值的。比如说对美国来讲，你假如说参与了一些高科技领域的这种产业，对吧？其实你相应的来讲，可能也会获得相关的这种收益的。为什么日本的话，其实在这一次相关的这个投资上是比较积极的，就是因为他其实看到了这一点。对吧？日本的话，相应的，比如说，一些高科技领域，这个包括汽车领域，包括其他的这些电子领域，对吧？它是因为这种情况下，相当于你参与了美国的这个相关领域的一种高科技分工一样，未来肯定会有自己的相关的这个收益的。所以呢，对于台湾来讲呢，在投资这个方面，我觉得是应该是没必要太多担心的。再有呢，就是对于芯片的这个方面，其实是本来芯片是比较特殊的，它其实相当大的一个程度上是美国产品，美国委托加工，然后呢是台积电加工，所以对于说美国对台湾征收高额关税，本来其实这个是我觉得只是川普的一个要价，就跟叫牌一样，叫的很高，但实际上你真正还的时候，你发现其实本身也不会有那么高。比如现在已经还到了20%，而且呢，现在还在谈判当中，所以这个其实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可为谈判空间的。你并不是需要把所有的这些这个相关的制造都挪到美国来，因为美国的制造的成本各方面来讲，其实还是要高得多的。对，川普呢一直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的确呢，现在制造业，其他的一些投资已经不断的在回到美国。一会儿我们还要去谈，昨天川普除了忙叨叨的去做这些关税的问题，他还写了17封信给美国的17家这种制药大厂的制药公司，对 CEO。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对美国人关系非常的大。我们从这件事情上也能够看出来，川普呢他自己真的有一种决心，他在第一届结束之后，过去的这4年当中，他是深思熟虑。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他上来之后，他真的按照他的想法，让他的团队实现他的想法。所以现在呢，有的媒体就在抨击呢，说川普呢就像一个独裁什么事情都你说了算，你让这个团队呢一点都没有这种 power 没有独立能力。但是的确，我们从现在的许许多多的事情看到，真的是川普在一人主导这个整体的，而他这个团队呢配合的也真的是越来越默契的这么一种感觉。其实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对川普，如果你了解多的话，其实对就会想到说，很多的这些总统，其实在真正的这个就职之前，或者是在竞选之前，其实好多时候是没有太多的这个治国思想的。很多人都是为了这个竞选就开始找了一堆的这个经济学家或者各种专家智库，然后拼出来一套这个执政的政策，然后真正的上了台之后，实际上执行的是有可能好多时候是另一套，就是承诺的和他的兑现的其实是差别很大的。川普不是，川普其实如果我们倒回到1980年代，到后来他这个开始宣布竞选的2000年代，对吧？到这一次的这个2016，这一直到今天，你发现他整体的思想是一致的，就是说
我们美国不能再让别人这些，包括这些盟友们占便宜了，对吧？所以你看到今天他的这些政策，其实和当初是这个一模一样的，他没有变过，没有变过，对吧？ 80年代开始。结果的话呢，在昨天的时候，还有一个记者也特别有意思啊，他说：“哎，你为什么这个？因为他觉得说你现在给人收了这个征收了这么多高的个关税，对吧？大笔的钱进来了，其实看见那个记者也是挺高兴的。他说为什么你在第一任的时候不干呢？川普呢说了一句话很不客气，他说因为我第一任的时候我得老跟你们这种人我再去打仗啊，光应对像你们这种左派的人了，这话说的是真狠呐，一点都不给留情面。但是的确第一次川普上来，我们看到他很被动，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被弹劾呀，被攻击呀，他说什么都不对，他说一句话都大标题给你全部都在抨击他。那包括呢，现在我们看到在第一任他到最后了，他呢只能把对华政策给扭转过来，真的挺狼狈的。然后等到选举的时候呢，他黯然的离开了白宫。但是等到这一次重新回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真的是已经是深思熟虑他要做什么，而且呢有了第一届的经验之后，他可真是。我觉得我回头我看川普，我都觉得我从川普身上都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是我说的过不过分，以一己之力扭转了从2战之后整个的贸易格局和整个的战略格局，有没有？我这句话说的过不过？还包括呢这个地缘政治格局。对呀，对。这以一己之力，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对于很多问题上，两党之间对外交上没有那么大的差别，真正的这种战略上面，什么印太呀、中共啊等等。但是呢，对于盟友的这个贸易格局，谁能想到他真的把它扭转过来？秦鹏，你当时最初的时候，你觉得他真能扭转过来吗？其实就到昨天之前，我相信的话，绝大部分的人来讲都很怀疑说这些贸易协定到底能不能达成。因为到昨天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美联储那儿还在讲说呢，这个我们非常担心你这些最后能不能达成。那意思是说，会不会将来有这种报复？结果你发现，其实这些不同的国家都是高高兴兴的达成了这种协议。那你比如说欧盟这个首席谈判代表在讲什么呢？欧美关税协议是我们能得到的最佳协议。哇，这个话说的对吧？都服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川普赢麻了啊，对，叫川普赢麻了，对吧？美国赢麻了，所以呢，是从投资美国、投资这种角度来讲，投资美国应该还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所以，即使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股市在下跌，对吧？那么，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讲投资这个指数，投资美国的相关的一些这种高科技的这个制造领域，那么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以上观点不构成您的投资指南啊，高杰要有一个这种避险声明。但是呢，的确在这是从4月份美股呢是降的最低的一次的啦。最低的单日下降的这一天，而过去这1周多，美股是不断的创新高，虽然幅度不那么多，可是纳指和 SP500 呢，全部都是创历史记录的，所以我们看到的美股是非常的强劲。今天的这个市场跌不光是关税，如果没有这个非农就业数字的话，还不会这样的。非农就业这数字今天是很惨的，只有7.6万，预测呢大概是10万多一点，结果呢现在是7.6万，根本不如预测。这件事情，非农就业数据是联储降不降息的2个最主要的关键的因素哈，一个是通胀，一个是就业。今天的失业率已经来到了4.2% 了，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哈，一下子来到4.2%。那么过去呢，这个一直都是4.1% 左右呢，那是美国仍然处于整个的失业率最低的这么一个状态，几乎是全民就业的状态。那么现在呢，来到了4.2%，这都是今天股市受到压力的。今天川普还把这个劳工部长给解雇了，这大家还在说呢。劳工统计局的局长，对，给解雇了，说他有政治立场。而大家还在说川普你在干嘛？今天这个期货这边压住Fed 在9月份降息呢，已经来到了83%了，几乎是板上钉钉的这么一个情况了。9月份降息就是因为今天的这个非农数据啊，所以秦鹏你怎么看哈？就是你怎么看？就是现在的这个，包括联储，现在他一直在担心川普的这个关税一直担心。你怎么看联储的这个观点？你要纯粹从数字角度来讲，你不能说它是没有道理。对吧？你看起来好像是一直没有达到它的2%的这样的一个范围，而且呢，看起来这个关税呢也一直整个这个这个靴子没有完全落下来。
但是呢，我们讲说，如果看这个趋势来讲，其实已经非常清晰了，就是在从5月份以后，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它其实这个关税并没有引发所谓的这个通货膨胀，对吧？也就是说，相当大的一个程度上是被进口商、被美国的这个。这相关的这些进口商，对吧？给消化掉了。对，昨天我看到《华尔街日报》上有一个报道，就是他去包括就是那个拉行李箱的那个牌子叫什么来着？新秀丽，对吧？就是那个品牌啊，他们自己呢，这个到底还有什么 Nike， 就是耐克的这个鞋子，还有一些家具哈等等的这些，到底涨了多少？像丰田汽车哈，它涨了2.1%。只涨了2.1%，然后呢，最高的涨到5% 左右。像新秀丽啊，像 Nike 呢，这个鞋呢是涨了$5到10。如果按照100块钱的话，那就是5到10%。那你就看到，基本上他们还有些很含含糊糊的。那么这些呢，到今天为止，川普已经收了关税超过1000多个亿了，分门别类啊，贸易呀、什么牛仔裤啊、家具呀、还有汽车呀，分门别类去平均。那么到底这一行业当中，这个进口商他们分担多少？那基本上没有超过5%。可是呢，同一阶段，它的平均关税已经来到了18%左右。18.6%，按照这个耶鲁大学的计算呢，说过去平均的美国是3.8% 平均关税，还有的像高盛啊、斯坦利啊，他们是说关税只有2.3%。对，大概2%左右的原来的关税，说2.3%，这一次加征完之后，大概是接近18%的这个关税。那你就算按照耶鲁这个就高了3.8%，就算4%，你中间有多少啊？就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4%了。这个其实对于美联储来讲，我们说鲍威尔他对于关税的和这个美国造成通货膨胀的这个理解其实是有问题的。不光是鲍威尔，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经济学家或者是过去大家都觉得关税就是直线儿，你涨关税吗？不是，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那进口商家他得牟利。不赚钱谁玩啊？我又不是慈善机构，对吧？他一定要有他的保持他的利润度。那么你涨价，关税涨价，美国人吃亏，这是几乎在过去一直都这么去讲的，不是吗？对，但事实上来讲，我们发现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对，这一次就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发现其实说这个关税的这个涨价，恐怕它是一个一次性的。就是它并不是会持续的这么涨下去，不断的涨。对，这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另一个东西。还有一点呢，构成美国的通货膨胀过去的这几年的最重要的原因不在这儿。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石油，是能源这一块，食品，对吧？能源呢，我们看到就是在拜登时期，他其实是干了几件事儿。第一呢，是发了更多的钱。第二呢是把美国的这个联邦土地上的开采石油的这样的一些这种许可给禁止了。还有呢就是他做了很多的这种，比如说打压这个传统能源，然后呢去鼓励新生的这种能源。也比如说给那些新生能源的话，更多的补助啊，还有呢是包括呢对于农业这个方面的话，更多的这种打压，对吧？要求你更加所谓的它的一堆的这种环保或更加的这种气候的一些变化的一些理念。对，结果呢把相关的这些成本，油价提升来了，食品的价格提升来了。所以呢，其实在那4年的这个重要的这种通货膨胀，重要的原因是在这儿。所以你看到今天川普，我们说他上来之后是大力的鼓励这种传统能源，其实他把这些价格打下来了，包括呢把所谓的不必要的那些环保的要求也打下来了。所以这两个这个食品价格、能源价格这个下来之后，其实本身就对通货膨胀其实是有一个反向的一个拉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对于呢我们说，即使这个关税这个有一点点增加，对吧？那它相关的这些下来之后，其实是会打掉的。所以呢，我们说这个鲍威尔这个美联储他们对此担心，其实我觉得其实是有点多余的。哎呀，这个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哈。那我们在做媒体嘛，其实你要去回头去看啊，当时呢，鲍威尔这一次呢，我觉得他非常失败，在去年9月份他做了一次降息。他当时也是跟今年的这个7月份，我觉得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不降息，当时是7月份的时候坚决不降息，现在是不降息。到了去年的9月份，他又降了就是那个5个百分点嘛，就是对，0.5%，对吧？
原来的计划是说降0.25%，结果降的幅度更大了，超出所有的市场的意外。原因是就是这个打压了这种叫做就业数据发现不好了，所以这个其实今年的同样的说就业数据也不好了，但是它不动。恐怕最后还得动，因为现在大家预测的说到了这个9月份降息的可能性，现在是暴涨83%，预测是就是今天这几个经济数据出来之后，我想说的呢是。当时啊，我印象，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看新闻。刚才秦鹏你分析的这几个原因，媒体包括 Powell 不说，到底美国的通胀是怎么来的，就是不讲。媒体 Powell 都不在讲，而且呢，你要说美联储这个预测也很有意思，就包括川普最近一段时间对 Powell 简直是大加鞭挞，对吧？他就是开始抨击他。今天 Too late 先生哈，这个今天还在说他，就说他有政治目的，他要被 fire 掉，等等等等。但是呢，你刚才讲到的这几大原因，美国的通胀上来是政府在花钱，它的 reduce inflation 就是那个降低通胀的那个，其实里边全部都是政府发钱啊，各种补贴上来了，能源对吧？所有因为在川普的这个2020、2021的这个川普在卸任的时候的话，美国的这个 CPI 是多少呢？1.4%。所以呢，后来拜登是讲了，说啊，你是川普给我造成的，然后俄乌战争造成的。其实两个都不是。对，我觉得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啊，我们如果只是看那些新闻，我们自己没有一些基本的经济常识的话，我们真的被搞得云里雾里的。但是呢，我每次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川普非常不容易。然后我觉得像 Powell 啊等等这些官员，包括一些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咱们平时就要去看这个经济学家他怎么分析呀，对吧？多听一听嘛。可是呢，他们都不去提到。在拜登时代的时候，他的这个通胀的原因，这是第一个不提。而且当时我记得，22个什么诺贝尔获奖的经济学家都背书说，拜登的这种经济学不会导致通胀。结果呢？包括这个鲍威尔，还有这个当时的财政部长，也是前美联储的这个主席耶伦，也是在会说。就是拜登的这个发钱不会造成通货膨胀，对，甚至呢，通货膨胀很高的时候，已经到了7%，接近9%的时候，还在讲着叫通货膨胀是暂时的，对 temporary 的，而且呢，是因为供应链所导致的。当时我们生活在美国的人都知道，那时候物价已经开始打着滚涨了。那个饭店呢，他们进口的原材料那个油啊，成桶的油是翻倍的去涨，可是他们仍然说是暂时的，结果最后挺不了了，在2022年的10月份开始加息，从那加息之后，美股哐就跌下来了。那么这是首先我们在读新闻呢，看新闻，就是我们要如果真的不记得的，很多大众的人的记忆是非常短暂的。政府、媒体、专家都不说通胀的原因。第二，当你涨息的时候呢，其实一涨息之后，它很多的政策仍然是政策宽松的，也就是说一脚油门一脚刹车，就导致了呢它通胀根本就下不来。那么这些原因都不讲，这是2022年哈首先他不承认是通胀，然后呢，紧接着是涨息呢，同时还有些政策，紧接着就是去年大选的时候，大选9月份，当时所有的市场都认为它不应该降息，因为我们看到那个通胀就在回调呢，而且你日常生活当中你知道这个通胀没有下去，可是呢9月份它不但降了，而且降的超出市场的预料之外，这你就怎么解释？你解释不通的。坦率来讲的话，其实这些经济学家也好，或者这些官员也好，还是有这种价值观取向的，对吧？然后川普做关税的这个2000多个经济学家联名写信说，川普的这个会造成美国经济衰退，会造成全球经济衰退。结果呢？到今天为止，我们说今天的川普的这个关税非常值得我们去分析。刚才你讲的各个国家乐呵呵的接受了，通胀呢？刚才我们讲了一些个别企业有5%啊，最高的是5%左右，大家都自己消化了。那么未来呢？那么可能会有一部分转嫁，但是秦鹏，你说他这个川普现在已经收了那么多关税了，他已经是黑字了。美国的财政出现黑字了，已经不是赤字了。那么还要呢去给老百姓花钱。那按照耶鲁大学的这个计算的话，发600啊，就是这个现在他拿出来的这个议案是一个居民符合一定条件是600，4口之家是2400。而呢这个耶鲁他们说的啊，川普的这个通胀呢，未来可以让每一个家庭可能造成2800块钱的这样一个通胀。那你这里外一加
就没有什么了，再加上你的小费、加班费都不用去缴税，其实它这里边已经开始对冲了很多东西了。其实川普的整体政策它是一套的，这个我们叫连环拳、组合拳。对，就是一方面来讲，他知道在短期内的话呢，这个加税有可能造成这个部分家庭的这种我们说开支要增加，但是呢，他采取的方法就是说，我同时呢给你的这个家庭去减税，对吧？甚至是发一些福利小费税啊等等这些降低的，或者呢一些老人的这种我们叫 Social Security 的这个不用再交税等等这些，这都非常利好普通的美国人的。没错，所以他其实是两手的同时去处理，去平衡这个多手啊，他是还多手，还有包括这个药品。对，一会儿我们再讲这个药品的事儿哈。那你看现在美国的这个经济，我们不得不去谈一下哈，金鹏。今天我看到呢，就是我们总看到川普说他媒体的说法是干涉了联储的独立性，但实际上呢，有的专家呢就你看最近的这个经济数据哈，它其实还真不是。美国的经济现在其实是在这种高息的这种情况之下，已经大家在萎缩。因为没有办法去扩张。就这种高息，其实我们讲说美国大部分的这个上市公司，它的这个这种资金来源，它是怎么呢？是叫做直接融资，透过这些投资者，对吧？股市的方式来去的。但是呢，小企业以及那个购房者，这些他们是怎么呢？他是通过银行间接再融资。那么这么高的一个利息，其实对他们的打击其实是蛮大的。对呀。所以对于这些行业来讲，其实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我们说呢，如果降息，其实是相应的来讲，就会把这些整个领域会变得更好。而且因为这么高的利息，其实带来的结果呢，是美国政府的开支是在大幅的增加。对吧？因为现在的这个利息支出已经是超过了军费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说这个很多人，包括这个马斯克，在于批评说，川普你怎么这个Doge，对吧？这个力度不够啊，对吧？一方面来讲，我觉得其实他是作为川普来讲，他的希望能够更加有节奏的这个去降低这种开支，对吧？另一方面来讲，就是因为呢利息你没降下来。利息没有降下来的情况下，你美国的开支，如果说你现在相应的来讲你是强硬的去砍下来了，带来的结果其实是经济会受到问题的。为什么？现有的情况下，相当多的这些人是通过政府的项目、政府的这些就职来去向整个经济去投入这种开支，对吧？如果说你强硬的把它打下来了之后，那经济相对来说你会更加糟糕的。对啊，大家没有工作怎么花钱啊？没错呀，对，因为美国的整个这个，我们说它的 GDP 的增长主要还是靠着消费嘛，对。所以我看到呢，今天呢有一些专家呢也都在分析哈，就川普这么抨击 Powell 他有没有道理？他们就在讲到，其实你现在看到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呢，已经是出现一些走软的迹象了。那金鹏是经济方面的专家哈，我跟你说几个数据哈，一个是 CPI， 美国的6月份哈所公布的这个趋缓啊，核心 CPI 下行，那已经呢6月份核心 CPI 呢回到了 2.5% 哈，这是到6月份，这已经是从2021年以来的最低的，最接近2% 的这样一个情况了哈。然后呢，如果呢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制造业 PMI， 美国的制造业呢已经连续3个月了，从4月、5月、6月哈，分别是48.7、48.5和49%。那么这些呢低于50荣枯线，那等于说制造业是萎缩，连续3个月已经萎缩了。对，制造业的它实际上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就业市场的这个降温的话，就包括了这个制造业的这个数字，对吧？制造业的你看是5月份和6月份的话，一共是裁员是2.6万人，然后呢7月份的话又减少了1.1万人，所以呢这个目前来讲其实是没有看到这个好转的。所以对于呢这个整个这种我们说高息的这种存在，以及呢现在的这种经济，它其实是需要现在刺激的。如果你现在把这个利息降下来，其实对这些不同的行业会造成更好的刺激。所以呢，作为鲍威尔来讲呢，他只看了这个通货膨胀，说就死卡在这个2%的线。对吧？他不看这个趋势整体在下降，对呀，然后呢也不看说整个就业，所以我们说他从整体的决策角度来讲，这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决策者。而且强势美元一直很强势嘛，强势的美元也抑制着美国的出口。那么这3项加起来，那我们就看到呢，其实美国今天还不光是
6月份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包括4月、5月非农就业数字全都下调。下调等于说就业没有充分嘛？那么这本来就是联储降不降息的一个最关键点。我想把这些列举出来，我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不是在讨论一个经济的问题，而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当去听这些新闻的时候，看这些新闻的时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今天为止 ，Powell 呢，他说我们要保持联储的独立性，可是呢，你做的这个决定是不是专业的？你是不是符合真正的经济学家的这样一个角度？你以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标准，你要一致，你不能前后逻辑矛盾不一致，你这个是很多人是搞不懂的，你就会觉得川普怎么这么霸道啊？你总统怎么干涉联储啊？可是，在去年9月份，你为什么要降息，而且超出市场预料的降息？你不就是说要防止就业市场不好吗？但是现在就业市场已经都不好了，制造业已经3个月萎缩了 ，CPI 已经下降了，你却不降了。对，其实我们说现在呢，美国的现在呢，通过关税，通过各种方式来讲，包括这个美元的这种斗软，对吧？它其实按理说是应该是能够更好的去刺激这种生产，对吧？自己的这种输出出口的。那么呢，美国的这个价格各方面的话，如果生产的话，价格它其实应该是打下来的。按理说，这个石油的价格又下来之后，应该是降下来。但是呢，为什么我们看到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物价更快的下降呢？我觉得其实跟这个利率是有关系的，因为小企业很多就是靠这个贷款贷去运转。如果你把这个利率降下来，它相应的这个价格，我觉得也会下降。所以那种情况下的话，就会加速的，就相对这个对通货膨胀来讲，其实会形成一个更好的良性循环，就是说更加快的这个增长。同时又没有这个通货膨胀，这其实美国会出现这么个局面，再加上我们说 AI， 对吧？这几个方面的这个力量一组合来讲，美国会出现一个非常好的整体，说经济增长又快，又没通货膨胀，然后又就业又很充分，然后大家等等的劳动生产率又提高，它其实可能会出现这么一个局面。现在就会奔着这个方向，但是呢，作为因为这错误的这种美联储政策，其实是压抑了这个局面的这个更早出现。所以呢，在过去这几年呢，以前秦鹏我都觉得，哎呀，诺贝尔奖这学家，你要让人这大title一拿出来，你就不敢多说话了，对吧？人家就拿诺贝尔奖了。现在我发现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真的要从基本的经济常识角度去看这件事情。那你Powell赌什么呢？你赌现在开始未来的2个月，现在已经8月了，到9月份下一次联储会议之前，你要赌通胀还要再起来，你要赌失业率不会。这7月份失业率不会下去，一旦这7月份真的更加糟糕的话，你怎么解释？所以，如果说在去年的这个9月份，那时候正好是大选呢，大选之前的时候，你可以出乎意料的为了保证就业市场，你可以降息。现在就业市场数据这么不好，你们却不降息，这就是川普为什么说你是带有政治立场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我觉得大家应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把基本的常识能够讲出来，我们才能通过吵吵嚷嚷，特别是在现在这种吵吵嚷嚷当中是一面倒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来看到什么是最好的。所以川普其实今天的这个关税呢，我觉得川普连《纽约时报》都说川普赢了他的关税战，到今天为止赢了他的关税战，对吧？对，其实川普还有一个大政策，目前是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的，就是这个减税。实际上在这一点上的话，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些主流媒体还有很多的经济学家，其实也是发出来的信号是错误的。就是在他们来看的话呢，川普呢是减税，对吧？是给增加了美国的这个财政赤字，增加了美国的这个开支，但事实上的话呢，我们如果说去倒回去看里根当年的这个决策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川普在减税这一点上，其实采取的叫里根经济学，就是通过减税的方式呢是暂时性的，对吧？去增加了部分的这个政府开支，但是呢，它会扩大呢整个的这种 GDP 的盘子，就把这个蛋糕做大了。蛋糕做大了之后的话，那你即使呢这个税率降低了，那么联邦政府的这个税收其实也会增加了。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就是说也会吸引了更多的富人在美国待着，对吧？因为你税太高了，很多富人也跑了之后的话，你就会发现他把钱也带走了，就业也带走了，是各方面的这种消费也带走了，对吧？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说是个恶性循环。而作为呢这种减税的方式，其实对美国经济是更加好的一个这种良性循环。这是川普一个这次他整体经济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呢，这个经济学家他其实唱的是反调。
他觉得这是川普如何的东西，对。而这个呢，当时在里根时代的时候，我记得他刚开始减税的时候，后来不得不加上去，因为呢，他确实出现了这种国家财政出现问题嘛，他不得加上去。他的第2任期的时候才彻底的把它降下来。那这个呢，都是不是说企业搬回来，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那了解经济的和做过企业的都知道，你有一点点不确定性，他都不去再投资，他不动，因为一笔钱下去，那就是10年、20年，甚至30年、40年的这样一个投资。美国都是有30年这种折旧哈，那设备等等的5年、10年折旧。那么这一次呢，它需要一些时间，企业才会动。那么这种动呢，它减税这个效果它是延长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呢，不管怎么着，它的关税所带来的这种已经没有赤字了嘛，它已经是黑字了嘛，对吧？然后呢，企业现在开回流了嘛。川普自己带了多少钱？他刚从这欧洲回来就是1.5个 billion， 对吧？就刚才你说的7500亿6000，有1.5个 billion， 从中东有1.6个 billion， 加起来就已经3万个他自己带进来的这样的钱，就已经3万兆了，3个兆了。那么这些呢，都是川普所赢的地方。那么这一次呢，到8月1号哈，那川普呢，其实到今天为止，他赢了他的这样的一个关税战。可是呢，接下来8月7号正式开始实施的时候，到整个的8月份到9月份，联储在开下一次会议之前，现在的经济就业数字并没有太好。我们今天看到呢，就在过去的这1个月啊，就是高科技领域因为 AI 的这个事情裁员了将近10万人哦，裁员10万人。所以这个经济如果包括你刚才讲到的 CPI 这里边还有一些房租，它是房价构成，它这个租金构成的，下不来，没有更多的流动，房源也出不来，所以呢，整个的大家也不买房，都在租房。那现在呢，这个租金也非常的高，所有的这一切加到一起，你高利息嘛，大家当然就不买房子了。如果你把利息降下来，你就会发现大家肯定会买房子，因为比如我个人买的房子，对吧？你比如说我是买了个50万的房子，那么就是我贷80%，那么就是每月大概1600-700块钱的这个利息支出，对吧？和这个就 mortgage。然后呢，如果你现在增加到这个，那时候我是接近不到3%，现在的话呢7%几，那就相当于是再翻了个倍。对呀。那当然带来的结果就是好多人就不买房子了。当然不能买了，太贵了。一个月你原来是2000，现在变成4000，过去你2900，现在一下就变成将近6000块钱。所以整个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冻结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川普呢，其实昨天还做了一件事情，刚才我们提到的，给17个药厂，包括辉瑞呀等等，给17个药厂呢都写了这封信。这件事情我个人认为是蛮重要的啊。这件事情呢，可能很多人不觉得，说你川普总统还要做这么件事情，但是呢，美国这个医疗被诟病了已经很多年了，哪一届的总统都要说要解决，但是都没有真正的解决了。包括奥巴马，他们要搞全民健保，结果呢，越搞保险费越高，药物的价格越高。那么昨天川普呢写了这17封信，你有注意到这个消息了没有？我觉得这里边很有意思的一点的话，他是说让这些不同的大药厂要对美国呢实施叫做对惠国待遇。对，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在过去呢，我们说美国的这些大药厂其实很多时候这种创新能力还是蛮强的。它是创新了这个药之后呢，对美国来讲，这个整体的药价是很高的。结果呢，它是去卖给其他国家的时候，它就卖得很低。这个相当于是对美国的这个整个医疗系统来讲，这是一个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歧视了，对吧？还有呢，就是作为很多的药厂，它就比如把它的这个工厂、它的专利或者东西，它挪到哪儿去？挪到爱尔兰去。这样呢，反过来讲的话，那个地方它是个就是以更低的关税水平进入到欧洲。那倒过来讲的话，他再去把它卖回给美国，就是他里外里的话，通过不同的方式的话，他去逃避了美国的这个税收，逃避了美国的就业，逃避了美国的这种，但反过来讲的话呢，卖给美国更高的一个价格。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川普的话说不行，你不能再搞这一套东西了，对吧？对。所以必须呢是给美国是什么价格，你给其他国家要一样。
最低价，其他格国家同种药品的最低价格必须 match 啊，必须跟它一个样子。那这个呢，川普在第一届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现在把它更扩大了，包括 Medicare、Medicaid 全部都直接就下行政令了，你必须这么去做。然后呢，他要求保证在 Medicare 这些商业保险市场的价格哈这些一致之外呢，还有呢就是所有的将海外价格上涨的收益全部要返还给美国，你不涨价了吗？你比美国的高，对不对？高好，多出这一块全部给我交回来，你不能让你获利。说白了，你既然在我美国人没有受益，你赚的钱也要返回到美国来，然后呢，降低国内的药价。就补贴嘛，这个其实是我们看到美国原来的它的整个医疗系统、医药系统、医保系统来讲受诟病的地方，就是美国人是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对吧？当然，从美国的这个整个开支角度来讲，这是美国的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福利，比如4万亿的这种财政收入，对吧？然后呢，你花了1.9万亿呢是养老和医疗，那中国是多少呢？中国是2000亿人民币，然后呢是80%多是给了官员，对吧？很多人就讲说啊，你看美国多好，但实际上在美国人就会觉得说，哦，我得了这么高的投入，但我实际上享受的东西我没那么高啊，对呀，对吧？所以呢，现在呢说川普呢是把这个打下来之后的话，其实也本身可以降低美国的财政开支，所以这个其实你发现。里外里又是美国的政府又赚了，对吧？美国又赚了，就是你相当于是这一块是美国政府支出最大的一块，没错，谁也不敢动，因为大家就说嘛，川普你那个斗志不会起什么作用的，因为你才那个人工没有多少，最大的在医疗这部分呢，医疗补助这部分呢，结果呢，他现在他这一招，他通过这个方式再去往下降低，所以你很有意思，这个我觉得是川普其实是。他有很多的这种非常强的直觉，他知道问题在哪儿。然后呢，他有一个非常强的这种执行团队，帮他的话呢，在一块的往下去砍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从整体的这种政策各方面来看，整个川普他做的还是蛮有章法的，而且速度很快。对，他这个药价太离谱了，美国人的药价贵到什么程度？和33个国家或者经济体啊，咱们就把它叫经济体相比的话呢，是2.78倍，同样的药，将近3倍啊！美国人比别人将近3倍，为啥呢？因为在其他的经济体呢，它和美国的药商可以进行谈判，他们就不断的压各种各样的去压这个价格。那么现在呢，美国的药商就把它所有开发药品的这种投入全部分担到美国的这个费用上，价格就上去了，这成本就上去了。可是呢，在别的国家呢，他们人家集中去谈判，把这个价格就给压下来了。那这就是为什么出现了倒挂，美国人用同样的药品比33个国家贵了2倍、2.8倍，可怕不可怕？这是一件事情哈。那还有呢，就是品牌药啊，品牌药那些比较。什么糖尿病啊，那种非常有名的这种品牌药，你知道是多少倍吗？4.22倍啊，这4.22倍。对于那些进口商或者卖药的这些企业来讲的话，赚的钱不是这个。你知道，就是作为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这些这种常用药、基础药，都从哪儿进的吗？好多是在中国生产的。那它的这个真实的这个进价，这个价格更低，但是呢，它反手卖给美国这个。老百姓的时候，因为老百姓当然是直接是带有这个政府去买单了，他实际上是大的赚了一笔，所以他这里边并不牵扯到他所谓的这个什么开发呀、什么这种风险成本呢、分担呐等等的，其实不牵扯到这个问题。整个全球的这种制药业的利润哈，美国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只有5%啊，5%。然后呢，药厂哈，全球药厂的利润呢，这5%的人口。贡献了75%的利润，可怕不可怕？这个是个非常荒诞的一个。然后大家，我说清楚了哈，大家记着哈，就是美国的人口只占全世界的5%，那么整个的全世界的药厂赚的利润之后，75%是这5%的人口给贡献出来的，这就是美国人多年就是食不起药。现在美国很多人就跑到外国去检查身体去了，负担不起了，因为他要交保险，交的也非常的贵。那么这就是一直被诟病的这样一个地方，花的钱最多，最不健康，还用不起药。那这个呢也非常的有趣。那另外呢，美国的人均药价的支出1126美元，英国知道吗？英国是这个数字的1/5，将近5倍哦。
那这就是美国人承受的有多么大。这个地方没有人认为川普能够做得了，但是呢，他昨天写了17封信，提出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种具体的要求。那么他就想通过对外国市场这种大幅度的折扣，并且在美国呢高价销售呢，实际上美国消费者在补贴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药品，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些事情罗列起来，你就知道川普昨天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其实昨天川普还有一件事情，你知道。川普昨天还宣布呢，是今天宣布的，他呢去派2艘核潜艇到适当的位置。这个动作呢，直接就说他呢是来应对俄罗斯的前总统，他现在的这个国防部长国防顾问就是这个梅杰耶夫说呢，他呢就在之前呢说川普的这些行动，说你个老头我们不是伊朗，我们也不是这个哈马斯你不能拿这种方式来对待我们，我们俄罗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昨天，俄罗斯动用了350架无人机和巡弋导弹呢，去攻击了基辅，造成了38人死亡，这是今年以来死亡人最多的，还有5个儿童。所以呢，现在川普非常生气，然后呢，他现在今天动用了核潜艇去做下一步。所以刚才我们讲到印度的时候，你这边他说你要再关税的话，我给你加25%，再买俄罗斯的石油。然后呢，8号就到谈判的时间，今天你开始动用2艘核潜艇。所以这件事情也像你说的似的，它是一套的，一环接一环，一拳接一拳。之前大家一直都笑话川普，说他太宽容普京了对，是川普是这个普京的间谍对吧？对。那么今天这个行为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川普现在跟普京应该是翻脸了。他现在要给普京呢各种施压，逼迫普京呢最后是要坐到这个谈判桌前来，所以他其实是在采取了一套的整套的一个做法，对吧？第一个呢是本身给出了一个最后通牒，那么第二个来讲呢是在经济来源、财政来源上再去切断俄罗斯的这种战争机器的运行。对吧？我们都知道说，俄罗斯相当大一个程度是靠着石油来赚取它的这个财政开支。而石油的这个大头是谁买走了呢？中共，印度。所以呢，印度现在是被遏制住。那么中共这边的话呢，他就算他敢，他也只能再去保持一点点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俄罗斯来讲很大。但是呢，另一点我们说，实际上就是军事方面，俄罗斯其实在原有的情况下，他是试图去通过核讹诈的方式去让美国不敢动手。但是呢，川普其实恰恰的明白，他是必须在这个军事这个方面的话呢，采取行动，让这个俄罗斯呢是后退，对吧？或者呢，大家是将这个叫我们说叫胆小鬼游戏，这个chicken game， 对吧？就是说，你既然你敢这个动用核武，那当然我也敢。所以这个情况下的话，对于俄罗斯来讲，其实我觉得最后你从它的先进性和各方面的这种打击能力，俄罗斯其实也是没法比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川普来讲，这是在一套牌在往下出着呢。所以呢，今天呢，其实大家还担心，哇，这会不会来核大战呢？这会不会来第3次世界大战呢？你怎么看呢？我觉得打不起来。作为独裁者来讲，首先是最怕死的，对吧？如果你说，比如像对于习近平来讲，说你制裁中国，习近平不怕的，就跟那个朝鲜的金三胖一样，对吧？你越制裁呢，他其实是政权越稳固，而且呢，对于他的领导人来讲，你吃香的喝辣的还是不影响的。为什么？他还有很多的这些小金库的钱，他们去给这些领导人或者相关的这些核心圈里边官员们的话，继续买各种各样的这种奢侈品，对吧？包括我们看到这个金正恩的那个超级豪华的游艇，什么包括那种超级豪华的汽车等等的，对吧？它不影响。但是呢，所有的独裁者来讲，他其实真正害怕是什么呢？他自己的这种安危。所以你看，整个的这个伊朗战争为什么很快就平息掉了？伊朗实际上老实了，为什么？是因为就是上来的话，这个以色列就是在斩首，噼里啪啦的把你的这些官员，把很多这些人就给消灭掉了。对吧？如果这个我们说现有的其他领导人还在想去强硬的话，他还可以去消灭他。那同样的，对于俄罗斯来讲，对于川普来说，他一定会一方面他威胁着什么核潜艇啊，一方面威胁其他这个那个呀。你觉得川普不会做斩首行动的这种准备吗？我觉得100%会的。
对吧？这实际上是川普开创的这个东西，后来被以色列实际上是仿效的，因为川普的苏莱曼尼那个是打响了第一炮，对，所以我觉得对于川普来讲，一定也会在这个方面去做准备的。那么对于假如说他以核威胁来讲的话，美国其实同样可以更快的方式去把它消灭掉，所以对于他来讲，这个核战争其实是根本打不起来的。好，这亲朋看的。我们下面有一位观众叫美猴王哈，那他呢有他的观点，他分享了一段文字，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认为呢，就当时的梅德韦杰夫呢，他说川普正在与俄罗斯玩最后的通牒的游戏。说但是呢，你川普应该记着2件事儿啊。第一个呢，俄罗斯不是以色列，甚至不是伊朗。第二个，每一个新的最后通牒都是一种威胁，也是呢迈向战争的一步。那川普呢就直接说了，他说呢你要注意你的言辞啊，就川普不高兴了，然后呢说你呀正在踏入一个危险的领域，所以呢今天呢川普就直接派出这个两个核潜艇。美猴王也在认为呢，他认为呢就是说调动核潜艇是冷战时期美苏常用的策略，不是为了打仗，而是告诉对方我已经有准备了，你别乱来。川普的这次动作是在精确地回应了梅德韦杰夫的挑衅的话语，不是软弱的沉默，也不是草率的反击，而是释放清晰的信号，美国有底线。所以呢，美猴王认为呢，这是一场有涯的威慑策略哈，这并不是要开战的一个信号。更重要的呢，他认为这个梅德韦杰夫这几年频频的哈是普京的一个战狼，嘴炮的使者，专门说一些狠话哈，普京不方便说的。那么这一次呢，表面上是针对川普个人的去开火，他叫了这个老头哈，这个 old man， 实际上呢是俄罗斯在试探美国政府的反应能力。川普的快速的出招就是在告诉对方，我不仅听见了，而且呢我在准备动手了，我还动。他呢，这个美猴王还有那个说，这次呢调动核潜艇的政治意图不只是对俄立威。当川普重返白宫之后，面对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盟友不信、对手狂妄的世界。这一记先发制人的核潜艇部署是一次完美的战略立场声明，美国不再被看轻，我川普也不是拜登。那么是否会引起战争呢？他的判断跟你判断是一样的，他说我的判断是不会。核潜艇靠近啊，并不是战争的开始，而是战争的阻止器，它代表的是我已经准备好了，不是我已经动手了。真正的战争前兆包括导弹待命、实地部署、集体防御条约被触发等等，这些都尚未出现。当然了，他说这也不是一个虚张声势，它是一个认真的预备性的威慑。川普在说，如果俄罗斯你胆敢误判形势，采取进一步行动，我们的回应不只是用口炮啊。然后呢，他也提到呢说要观察3点，我们的观众都是观察家啊，都是非常有立场，也非常的犀利。他说，第一，俄方是否在乌克兰战场有进一步的挑衅行为；第二，中共方面是否趁机在台海、南海有所动作；第三，美国在本土边境与能源战略部署上是否有足够的稳固。这是我们观众的一些分享，在这儿呢，再一次感谢我们这位观众美猴王，这是我们的老观众了。那之后呢，早安中国，包括呢高洁时光以及秦鹏个人的频道呢，也拜托大家的一个支持。在这里呢，高洁可以做一个广告，我们的人不多，但是呢，这个黑高姿，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在这儿呢，我还是要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我不说是谁了。他特意的问说，高洁你能不能去推荐一下这个？他想买。为什么呢？就他的先生呢，现在是身体不太好，他现在呢要照顾他的先生哈，他先生可能快80岁了，他呢也是跟先生相濡以沫哈，非常的不容易走在一起。现在3观理念非常合适，但是人老了，身体呢越来越虚弱了，他很焦虑，每天的服侍先生，他希望呢用所有的好的产品能帮助先生就是恢复健康。那他知道这个黑高姿，那这个呢是来自于加拿大的，它是用黑参这个西洋参所制的，1勺呢相当于6个西洋参的这样一个分量。服用之后呢，它能够减轻疲劳、降低三高包括呢其他很多的一些功效，包括呢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很多周围的人用了效果非常好。我在这呢向大家推荐呢，主要是我非常感动被我们这位观众，因为呢人在亲人呢朋友在最困难的时候相濡以沫，这是我个人认为最有义气，也是最守住传统道德的这样的一个举措。所以呢，在这里我特意呢也去申请了一个这样的，争取了这么一个折扣吧那能够让大家
去给自己心爱的人、自己家人呢去购买，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8折的折扣，打上高捷哈，就是高捷的拼音就可以了，您可以得到这个折扣哈。这不仅仅不是一个代言，我觉得是一种爱的分享。在这里呢，我也对所有对自己在困难中一直坚守的那些家人们，给你们点个赞。这个时候不容易，请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高捷给你们加油哈。好，那这是分享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啊。那今天呢，我们要最后呢做一个总结哈。那今天是2025年的8月1号，川普呢，今天我一直说将是会有历史上的这一天，我们今天在见证着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呢，是由川普举一己之力哈，去改变了从2战以来形成的几十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贸易、经济、外交以及呢地缘政治的这样格局。那么未来历史将怎么去见证它？随着时间的观察，咱们继续看。那其中呢有几个像加拿大，它直接把关税调到了35%。那么这个呢也是属于态度不好，态度不好。然后呢，你多年依靠美国的市场，却呢在芬太尼不去尽力等等的哈，这是川普的一个理由。那么所有这一切呢，我们都能看到。这一次川普就是盟友要有盟友的样子，不能光揩油。那么你中共这边呢，如果占便宜的话呢，总是有各种方式钻空子的话，给你全部给堵死。但是不管怎么样，川普仍然给了中国90天。那么这90天，中国那边要发生什么，也是我们一个值得观察的一个现象。好了，而且过程当中的话，会不会在针对中国这边打一个2级关税，中共又会怎么反应呢？我觉得这个在接下去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时间。8月8号啊，8月7号是关税正式开始开征，因为他要给海关做一个准备。昨天关税宣布，8月7号正式开始收关税了。那么那个时候市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8月8号就是川普给俄罗斯开出来的最后的期限。那么中共他不说吗？之前说要100% take 这个关税，对吧？他说他有国家主权，他真的会吗？我们这也是一个观察点。所以接下来呢，2025年会有很多大戏啊在发生。8月份现在他有这个会议嘛，就是中共的这个。中共的话是我们说是在北戴河会议在搞，对吧？然后呢，接下去但是10月份会有这个9月3号有个阅兵，在10月份有一个四中全会。对，这个北戴河会议呢会发生什么？最近呢，我们看到多家的这个回声报啊等等的多家的媒体都在报道习近平权力不稳呐，受到威逼呀等等。那么这些呢，在2025年我们可能都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事情发生。那我们每天呢这个时候都会为大家关注呢新闻的热点。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川普仍然在奋勇的为美国人拼搏。但是呢，他仍然是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赞扬，也许需要时间和历史来验证川普做的这些政策到底怎么样。那么今天呢，秦鹏和我们不断的在这样的一片喊打喊杀的否定的媒体声音当中，我们说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那如果您赞成的话，别忘了为我们点个赞。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